全球的极左和极右，无论他们的口号多么蛊惑人心，但最终他们推崇的治理模式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执政党，而民众只有服从的份儿。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制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半人半神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者，就是事实上的国王。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已经走出了帝制，现在到了21世纪，难道要走回头路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8号，今天是周末。我想和平时支持或者反对大卫观点的人呢，大家请坐下来一起聊聊天，谈谈心。今天全球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了美国，人们就是要看看美国民众真实的底色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今天呢，有2500多个城市举行无国王日，也叫拒绝国王日。在这儿我们必须讲一个背景，那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民众都看着美国呢？3个原因吧。第一个，在文化上，美国它是个年轻250年历史的一个移民国家，无论你是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呢，你都能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同宗同族和亲戚。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的一个缩影，也是各个民族在一个新的大陆重新尝试一个新的活法。第二就是在政治上，美国参加了1战和2战，创立了联合国，人们就看看这个没有帝制传统的大陆，人们重新按照民主、自由、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独立的媒体这种方式运行的国家，它到底是个什么样？能不能过他娘的好日子，还是会越过越差？第三个，那还是现在的经济上。美国作为全球科技驱动的中心，也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这个大家不否认吗？它一个国家的购买力就养活了几乎全世界的生产者，大家都要想办法来挣钱。所以说，人们就要看看10月18号美国人民在表达什么。今天我看了各大媒体，无论 CNN、NBC 包括福克斯无论左中右都在报道这个事儿。今天的这次示威游行有3个重要的特征，和以前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逐个来给你分析。第一个，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活动，而是一次全球1000万人上街表达自己思想的一次运动。因为全球的媒体我都看了法国巴黎、尼斯、里昂，还有意大利米兰罗马，也包括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除了欧洲之外你就连亚洲的韩国它都有人上街参加无国王日。当然了，更多的是美国的。人们就要问，其他国家首相也好，是这个总理也好，没有国王，为啥还要参加凑热闹？本质上拒绝国王不仅仅是对川普执政的一次测试，更多的是对右倾全球化发展的一次抬头的打分。就大家要不要往右走？因为这就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问题。世界发展的21世纪实际上是有2条线，一条线呢讲全球化、世俗化，然后呢经济一体化。而有一些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失落了，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原来我是车间主任，我是副厂长，现在我开油布了，那他肯定心里头不爽嘛。所以说这些人希望回到过去，而不是在开创未来。过去什么？美国烟筒林立大家是光荣的工人，我是工会主席、副主席，我能随时还能拿捏别人一把。他想回到过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美国
甚至包括日本啊，都有一些想回到过去的力量。你无论他讲的是什么啊，本质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反全球化、反世俗化。他反世俗啊，就希望宗教来指导人们的生活，而这儿是美国的宪法严格禁止的。美国没有国教，它实行的是宗教自由。基督教作为主体的民族啊，是文化上的、法律上不允许出现国教。所以说，民粹主义啊，它包装上一个世俗传统，你以为它就能骗过去吗？所以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看到这种抬头，我们不想回到过去，我们应该说，在发展全球化的过程中解决出现的问题。比方说，汽车替代了马车，那马车赶马车的那个车主他肯定是不爽啊。但问题是，你把那汽车砸了，也无法阻止人类科技进步吧？你应该赶紧改行啊，学学怎么修车，没准挣的比你原来改马车还多。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你砸汽车不是个办法，好吧？所以，整个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从文化上，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的发展。这儿是一个全球的运动。第二个啊，也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以前只要是一说反对国王，美国人本身会把它理解为反对老川，因为很多时候呢，打着老川的那个牌子，上面打个叉。但现在啊，就连红州一些共和党人啊，也走上了街头反对国王。这儿以前还真比较少。原因啊，大家实际心里有数啊。去年人们在选总统的时候啊，人们相信了制造业要回流，关税会让我们有花不完的钱，然后呢，把那些低端的移民轰出去以后，你们就有了工作。但现在已经3个季度过去了，实现了吗？物价在上涨吧，劳工找不到吧，你连采草莓的、采西红柿的都找不到了。那你这物价它肯定涨啊，牛奶都涨了，咖啡都涨了，一关税，结果是美国民众在支付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中部，你像爱荷华州啊，那是深红农业州，现在民主党就是共和党人啊，他们也上街反对国王，因为这种治理方式啊，把他们给欺骗了。他感觉自己的目标啊，你当时许给我的东西都没有实现嘛，现在大豆卖不出去嘛，因为你把这个对外关系啊搞砸了。所以说这次不仅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连共和党的支持啊，他也去参加了这次游行。因为你看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包括肯塔基啊，这些深红州也有一些理性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当初选你是希望咱们要过好日子，很朴素的，红脖子本身也都是很朴素的。但是事实上你没过上好日子，那就要检讨，就要改变嘛。因为2026年啊，正好是参众两院中期选举，也有各地区的选举。我相信民众啊会用自己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态度，咱们共同来把美国的方向把正，不能走偏了，更不能走回头路。第三个呢，我想说一下在美国的咱们这些华人。实际上最近在华人圈子里经常为了一件事儿争论啊，就是这个粉不粉川，反不反川。这个我感觉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还是讲我们自己现实的生活。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吧。前段时间呢，在夏威夷有一位华人啊被这个遣送回中国，他呢很可惜，因为在10几年前他是不知怎么进入美国的啊，这个已经无可考了。总之他背上了递解令，按说应该出去吧，但是当时的法律啊相对比较人性化，只要说你在10年内没有犯罪啊，递解令就可以打掉啊，你就可以合法转换身份，这是美国的一个现实。所以说啊，他就安心的生活，创立了有3个还是5个大型农场，养活了数千人啊，就是农场干农活的。应该讲，客观上他创造了就业，也为民众啊
创造了贡献。现在老川一上来说要找这种有递解令的人，把他不管你有没有10年，就把他给这个递解了。里边啊就有一些人惋惜说，为什么把他拿走呢？他对美国是个贡献。也有人说拍手叫好，好，就是应该把他弄过去，谁让他有递解令了？有一位朋友就上面留言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说咱都是华人，你能不能盼着他回去啊？你还能吃上那草莓吗？那个人啊勃然大怒，我想他可能是个黄妈个啊，现在有个词叫黄鼬啊，我们小时候黄鼬就是黄鼠狼的意思。他就勃然大怒说，谁给你是同根生？你看作为一个华人啊，你不能把自己的根忘了，虽然说已经入籍了，对吧？都拿了这个了，对吧？拿了这个，但你这个根你否认不了吧？就连川普的根都是德国，他也否认不了，他是3代移民的后代嘛，对吧？美国公民和你的根他不冲突啊。你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根都不承认了，你还怎么交流呢？在这儿啊，我应该提醒这些人，你看一下老川执政，他有一些法案签署的时候，周围围满了的人，尤其有一个著名的照片，旁边都是一些金发女孩，就连一个亚裔我都没看到啊，你的黑人呢就更少了。说明什么呀？在老川的眼里，你华人的支持他的和不支持他的本质上没区别，你都上不了那个桌，连那个照你都拍不了。这儿可能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实。当有些人把自己的根都忘了不承认的时候，你在别人眼里啊是一样的。好吧，最后我想提醒各位，美国的发展影响到咱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也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生活在一个帝制的国家。大家应该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咱们明天见。再次邀请您打开小铃铛，我节目更新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再见。